好美的雪。有个老贝贝在铲雪。Hello, how are you? Pretty good. Good. How about you? Good, good, thank you. 哎呦 Are you a single gal? Single girl? Yeah. Yes, I am. Oh, good Yes. for you. Oh, why? Better than being in a bad marriage. 在听了邻居的话之后，我深深觉得，虽然结婚这件事不能保证天长地久，但是在加拿大，对于婚姻内所产生和增加的财产，在家庭法的保护下，夫妻双方能够公平分配。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加拿大的婚姻财产分配的原则。在加拿大，除了联邦政府的婚姻法以及各省政府的家庭法之外，加拿大还有一个和台湾非常不一样的同居法。虽然加拿大各省的同居关系法律略有不同，但是大多要求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间要达到2年到3年以上，或者一旦两个人有共同生育或者领养的小孩之后，同居法就可以适用。今天的视频重点，不管你是正式结婚或是同居的配偶，在决定分手后，可不可以分配到婚姻或同居时间的共同财产，其中的分配原则又是如何呢？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在视频的下方会列出我搜寻的相关政府和法律专家网站，提供大家进一步的查询。但是因为个人曾经帮助过当地的华人出庭法院进行离婚官司的翻译工作，所以也会把我旁听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参考。首先，如果两个人是经过加拿大的法定程序领了结婚证，举行了公开的仪式，并且登记了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么就是正式结婚了，具有法定的效力。一旦两人走上离婚这条路，各省的家庭法就在这个时候发生效力。一般来说，家庭法的基本概念就是夫妻对婚姻的贡献是平等的，不管谁出去挣钱，谁在家当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夫，甚至于谁出轨，谁在婚姻里犯了错，在离婚分配财产时，双方可以拿到的钱是一样的，这跟配偶是否有过错并没有相关性。在加拿大家庭法的规定，夫妻双方婚前各自拥有的财产，一般在离婚时不必拿出来平分，但是在结婚期间，双方所得的财产以及结婚前带入婚姻的所有财产增值部分，在离婚的时候就必须由双方平分为2。除此之外，如果夫妻其中一方收到的赠与、遗产、保险赔偿金等，则不用平分，并且用这些钱来购买的财产也不用平分。所以婚前和分居协议就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像是婚前财产或是赠与的证据也必须保留起来。比方说，如果父母亲赠予你财产，你必须要保留证据，说明是只给夫妻中的一方还是双方，以免以后离婚时有所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加拿大有一个独特的婚房概念。在加拿大，当夫妻离婚时，在房产的分割中，双方曾经共同居住的房屋，在法律上就会被当作婚房来处理。对于婚房来说，无论配偶的名字是否写在房产的产权上，也不管当初是谁出钱买这个房子的，或者是父母赠予的，在离婚的时候，夫妻双方必须平分这个婚房，并且即使离了婚，夫妻有平等的权利，可以一直居住在婚房里面，一直到这个房子被卖掉为止。因此，如果没有配偶的书面同意，夫妻的任何一方都不可以私自卖房或是抵押婚房。大家要注意咯，不管夫妻的哪一个人在结婚前购买的房产，一旦被用作婚房，并且没有签署书面
面的婚前协议来规定离婚时应该要如何分配的话，就必须由夫妻双方来平分。至于夫妻双方的婚前其他财产，则不必拿出来平分，必须平分的是只有在结婚后的增值部分。例如，老公在婚前有一套40万已经付清的独立屋，在离婚时的房屋市价有50万，那么在婚后增值的10万元就必须拿出来由夫妻平分。如果夫妻分居以后，搬离的一方不付房贷的话，另外一方就要负担全部的房贷。同时，夫妻分手以后，双方要求分割财产的诉讼时限必须在分居后的6年内，或是离婚后的2年之内。我觉得加拿大的法律值得推崇的一点是，如果夫妻的一方因为照顾家庭而脱离工作超过3年或3年以上的话，可以获得另外一方支付短期的赡养费。重要的是，如果夫妻有一方在婚姻的存续期间全职照顾家庭超过15年或者15年以上，则可以视为完全丧失回归社会的工作能力。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必须支付终身的赡养费。在加拿大，除了正式结婚以外，加拿大的同居配偶如果一起生活了2年到3年以上，也会受到同居法的保护。不过，同居关系在各省的管辖许可权内，每个省政府对于同居的法律定义和相关的规定都不一样，因此在加拿大对于同居的法律问题就不能一概而论。举例来说，在 BC 省，他们的省政府就在2013年的3月18号做出了一项裁决，就是对同居的配偶做出了新的定义，也就是同居的伴侣只要一起生活了2年以上，同居配偶的地位就和已婚夫妇是一样的，拥有像正式结婚的夫妻一样的权利和责任。所以如果他们分手的话，也可以像正式结婚的夫妻平分财产。至于在我现在居住的亚伯达省，同居关系被叫做相互依存的成人伴侣，一对伴侣要在一起生活3年或以上，或是住在一起并有了孩子，才能被定为同居关系。在加拿大，只有魁北克省是唯一一个不承认同居关系的省份。至于其他省份的详细同居规定，大家可以到下面的链接文章进一步搜寻详细资料。在加拿大的大多数省份，同居关系是被承认的，但是同居关系并没有划定在分开的时候财产应该如何分割，除非2个人在同居的时候签署了财产协定或其他的法律文件。以亚伯达省为例，从2020年的1月1号开始，婚姻财产法更名为家庭财产法，它适用于成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已婚的配偶，这也包括了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相互依存关系中生活在一起的时间。配偶们在分开时也可以协商拟定自己的协议。如果你不书写自己的协议，根据亚伯达省的新规定，同居的配偶可以平分在相互依赖关系开始之后所获得的财产。一般来说，对于同居的配偶，财产应该是属于付钱的那一方。如果配偶的另外一方在同居的期间直接或间接的为对方的财产做出了贡献，那就有权利可以分割对方的财产。其中直接的贡献包括了支付抵押的贷款、水电费或者翻修费用等等，而间接的贡献则包括了照顾小孩、整理家务或者是装饰共同居住的房屋等。我以前在法院里旁听的离婚案件中，虽然依据家庭法，夫妻双方可以平分婚姻中的财产，但是法官也会针对婚姻的长短以及个别夫妻的生活实际情况，做出不同比例的财产分配判决。但是总体来说，在加拿大，夫妻一旦离婚了，双方都不会净身出户，就算是家庭主夫或主妇们，也可以拿到他们对婚姻贡献的应得报酬。所以我个人认为，加拿大还是一个比较接近平权的法治国家，特别对于在婚姻关系中经济能力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更有保障。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说说您的看法。
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粉红天平，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帮我按个赞吧。祝您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